每个周末，我们电影频道都会联合权威媒体平台的资深专家，与您一起关注映前数据，解析影片话题。本周末，电影市场迎来11部新片上映。本周上映11部新片，既有美国动作大片《深海越狱》，印度现实题材影片《厕所英雄》，也有冯巩导演的喜剧《幸福马上来》。感谢老马。另外，全北电班底打造的《一纸婚约》等影片也不容错过。我们这次进入到专家连线，今天呢，参与我们讨论的是青年电影手册的执行主编曾念群。你好，曾老师。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本周的11部新片当中呢，《深海越狱》、《厕所英雄》、《幸福马上来》排片占据前3甲，分别是26.8%、20.1%和15.6%，相差不算太大。那您怎么看待这个排片呢？我对这周新片上映的排档倒是没有特别的期待。冯巩的那个《幸福马上来》算是拿到一个非常理想的排片量了，应该是这个档期对这位喜剧老战士的一种厚爱。该轮到我们动手了，开吧！如果可以的话，个人倒是希望《厕所英雄》和《深海越狱》这2个片子掉个个。我觉得《厕所英雄》的排片可以再高一点。也许《厕所英雄》后面会逆袭，但是目前由尚格云顿、杜夫龙格尔2个硬汉第5次合作的《深海越狱》还是排在第1位。您觉得看惯了中国动作片的中国观众会喜欢这部电影吗？深海营就让我想起了2009年的一部叫《敢死队》的片子。本来是一帮那个传统好莱坞硬汉的告别演出，没想到却激发了传统硬汉片的第2春。当时那个龙格尔跟了3部的敢死队，尚格云顿也是搭上了这班车。但毕竟又过去了8、9年，这种返璞归真的老硬汉风可以调剂市场，却已经不是市场的主流。而且此前连姆·迪森的《通勤营救》也仅有4000多万的收入入账，所以我们不敢指望那个《深海越狱》会有什么出格的作为。好就好在这个档期还比较闲适了，不像《通勤营救》那时候要和头号玩家去死磕，还是有一定机会的。接下来呢，说说排在第2的《厕所英雄》，在印度影响力是相当大，而且票房不仅远超同年上映的《神秘巨星》和《起跑线》，还引发了关于露天如厕问题的印度国民讨论。这部电影在中国的表现有没有可能超过之前上映的2部呢？我觉得超过《神秘巨星》7个多亿业绩来讲，有一定的难度。但是超过《起跑线》2.1亿还是非常有可能的。起跑线和厕所英雄都是印度的现实主义题材，一个是关注的是当下教育问题，一个是关注的是妇女如何如厕的问题。相比之下，在印度掀起国民探讨的厕所英雄要厚重得多。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，还演化成了一个引起联合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社会话题。它的延展性和它的现实意义都在起跑线乃至神秘巨星之上。所以我是挺看好这部电影的。我还关注到了这个《厕所英雄》是从6月1号突然发布消息，宣布定档6月8号上映。可以说，从宣布档期到上映就差了1个礼拜。那宣发肯定来不及大张旗鼓了，这对于票房会有很大的影响吧？厕所英雄临时引进对品牌的营销铺排肯定是有益处的，但同时不要低估中国观众对印度人民如何如厕问题的好奇心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要抱着优越感去俯视如厕困难的印度人民。1个世纪前各国如厕问题现在拿出来，都可以让现代人大跌眼镜。比如说，故宫9999间半的房，但没有一间是厕所。法国的凡尔赛宫何其奢华，也是没有厕所。那厕所英雄表现好不好？咱们等着一起来看结果。这个周末还有一部冯巩的作品《幸福马上来》。冯巩应该说是一块喜剧金字招牌，但是能不能够抓住90后、00后主力